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件短版衬衫的做法。这件短版衬衫的模板我是在 Mood 这一个网站上面下载的，原用的是它这件裙子的上半部，只要在上面放上你的名字还有 email 就可以下载。这个免费模板从00号到32号都有，我用的是8号，把它印下来之后，沿着8号的那条线把模板剪下来就可以用了。我测量了我想要的长度，做了一些调整之后，复制出这个模板。另外一个些微的调整是，我把前版排扣的部分的模板跟前版直接做结合，做法是各自删除缝份的部分，然后在缝线的地方直接粘贴在一起，在剪裁上面会比较省布料，在缝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操作。如果你是按照它原本的模板的话，这个部分就可以不用去理它。可是如果跟我一样自己复制出一个新的模板的话，要注意连接的地方。剪裁完之后要做一些小记号，帮助自己等一下在缝纫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比如说胸线的部分，还有等一下排扣要往内凹折的基准点。所以会剪裁出一个背板，左右各一块前板。要跟领子连接的立领、领子本身还有袖子各2块。再来要处理的是前板给胸线的立体剪裁。你可以选择从2侧缝到靠近胸部的那个顶点，你也可以从顶点出发往2侧来缝。可以先稍微做一个记号，帮助等一下自己的缝线的位置比较一目了然。这个立体剪裁的胸绳的部分，你可以用熨斗把它往下烫平。再来就可以把前板跟背板在肩膀的部分做结合，并用之字形收边。衣襟跟排扣这个部分，我的跟它原本设计的模板做法不太一样。在剪裁的时候已经纳入了衣襟跟排扣的这个布料，所以我只要反折1次1公分，然后再反折1次到它的排扣的记号地方就可以了。稍微烫过之后会比较方便缝纫。
我现在领子跟立领的背面都已经烫上了蹭布，接下来就是正面对正面把领子的左右两边还有上缘缝合在一起。反翻之前，把领子两个角落会有多余布料的地方剪掉。反翻过来之后，可以用熨斗把它烫平。立领的部分正面对正面，用三明治的缝法把它们缝合在一起。反翻之后，里面的布料可能重叠的部分会让它有点皱皱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转弯的地方剪一些小缺口。在反翻之后，可以用熨斗烫平。等一下要缝合下缘的部分，我也先用熨斗稍微往内折1公分之后烫过。领子的部分就做好了，接下来要把领子结合到衣服上。在肩线的地方对齐之后，找到背板的中点，拿这个中点来对齐领子的中点。如果遇到布料比较弯曲的部分，你可以稍微用小剪刀剪出一些小缺口，帮助它可以拉得更平整。这里就用三明治的缝法，一口气把领子结合到衣服上。再来是袖子的结合，按照它原本模板前后的标记，前面是1个缺口，后面是2个缺口来做结合。1个缺口的是给前板，2个缺口的是给背板，正面对正面对齐之后缝合在一起，并用之字形收边。重复同样的步骤，把2个袖子都结合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袖子跟两侧的部分一口气缝合在一起。
我在复制它的模板的时候，似乎有一些误差，所以我的袖子显得比较大。我先把它们缝合在一起，缝完之后，在之字形收边之前，才把多余的布料剪掉。袖子口跟下摆的部分，我用同样的方法做收边。我先往内翻折了1公分之后，再往上翻折大概2.5公分，在开口边缘缝一条平针。扣子的部分测量好你想要的扣子间距，做了记号之后，就可以把扣子缝上去。先留1颗在外面，不要缝。我们等一下要拿它来做扣子孔。在先用第1针固定好扣子之后，可以像这样子安插一个牙签，这样子的空隙刚刚好，可以让别另外一层布料的时候绰绰有余。在缝3针之后，把牙签拿掉，然后在扣子跟布料之间绕3圈，最后1针穿到布料的另外一边，打2个结，扣子就缝好了。最后一个扣子，我们先拿到另外一边，在碎布上面稍微做一个扣子孔的练习，并测量它的长度跟宽度。对齐刚刚的扣子，做等一下扣子孔的起始点跟终点的记号。换上专门做扣子孔的压脚，调整好你的机器。再来拿拆线棒来开扣子眼。如果担心自己的力道没有拿捏好的话，你可以先用大头针固定在终点。把所有的扣子眼开好，最后一个扣子缝上去之后，这件衣服就做完咯。这一次的模板和调整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拜。